在古代大户人家的千金是不学跳舞的，可我5岁时就求着母亲替我请了舞蹈大家，只因我深知男人永远无法抗拒曼妙娇软的女子，所以我每日必用牛乳泡澡。历经数年，终于将自己调养得艳若桃李。奇迹后，我被圣旨赐予楚王。新婚夜，当楚王望着我纤纤玉足，移不开眼时，我便知道我成功了。见识，我也是在这一年被赐婚嫁给了楚王。成婚后，我处处守着规矩，尽心尽力伺候婆婆，是所有王妃里最贤惠懂事的一个。可惜，我的温顺乖巧换来的不是丈夫的疼爱，而是她的冷漠与白眼。婆婆对我的亲近与厚待也是假的，她选中我做楚王妃，不过是看中了我父亲在朝中是一股清流，好让皇上对楚王的猜疑少一些。最后楚王登基做了皇帝，却封了侧妃为皇后，而我仅仅因为生了2个孩子，才勉强得了一个贤妃的封号。更可笑的是，她与我圆房也只是在药效的作用下完成的，否则她一辈子都不愿意碰我。得不到丈夫的喜欢，还被丈夫冷落嫌弃，我在楚王府的日子过得很不好。我以为老天对我还算不薄，只一次我就怀上了皇嗣。我以为丈夫会看在孩子的份上怜惜我，可我又想错了，孩子的出生反而让他更加厌恶。更糟的是，因为夫妻关系不睦，2个孩子也开始讨厌我，甚至不愿亲近我这个生母。最后我35岁那年郁郁而终。也许是老天可怜我，竟然让我重生回到了5岁那年。10年来，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努力提升自己，改造自己，为的就是等皇上的赐婚。圣旨下来的那一刻，既然注定陆衍会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男人，我就不会放弃这送到手的权利。同样，我要借他的势力成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今天的盛京城格外热闹，皇上赐婚，让我嫁给楚王陆衍做王妃。我精心打扮，坐上了皇家迎亲的喜轿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皇家的媳妇，名字记入皇室玉牒，是正经的楚王妃，未来的太子妃，甚至宣宗帝的皇后这个身份，我也要牢牢抓在手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礼官的声音传来：“请王爷踢轿门。”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了回来，我挺直了脊背，凤冠压得脖子酸疼，但我只能忍着。轿门打开，礼官把红绸放到我手中，接着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掌伸了进来，我轻轻搭上去，感觉他的指尖一片冰凉，那是他身体本能抗拒与我接触发出的信号。不过我已经不在意了。楚王脚步沉稳地走在我前面，我在丫鬟的搀扶下一步步跟着。当我跨过火盆的时候，绣鞋却踩到了陆衍的喜袍上，只见他身子一动，手里的红绸就掉进了火盆里，瞬间烧了起来。我看到红绸上窜起火苗，吓得手足无措。慌乱之中，我好像勾到了什么东西，整个人直直朝火盆的方向扑去。同一时刻，陆衍本能地伸手揽住我的腰，把我接住了。他只觉我的腰身纤细柔软无骨，我毫不客气地扑进他怀里，紧紧贴着他。紧接着，我的喜袍也落入了火中。陆衍看了一眼，一个转身将我抱了起来。他本意并不想与我亲近，只是做不到见死不救。当着众人的面，他更不可能没有风度地推开我。谁知一股沁人心脾的少女体香钻进了他的鼻息。他低头一看，是一张五官精致的绝色面容，像盛开的樱花一般，真是美人如花。刚才发生的一切不过是转眼之间，陆衍动作也算快，扯下滑落在我胸前的盖头，重新给我盖上。之后他又恢复了那副生人勿近的冷淡模样。你还能继续吗？我看着他，微微点头。婚礼继续进行，所有礼仪完成后，我才被搀扶到了新房。新郎则留在前厅宴客。我进了新房，就把下人都遣了出去，屋里只留了我的陪嫁丫鬟春兰和秋菊。等下人关上门，我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下来，自己动手揭了盖头，捶着酸痛的腿和腰背。让嬷嬷去准备水吧。是。小姐，这么精致的妆容洗掉多可惜，女人一辈子就是成婚这一刻最美了。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勾唇浅笑。楚王不是见色起意的人，再说刚刚已经见过了，也就不稀奇了。心思不在对的人身上，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。我沐浴完毕，准备去好好睡一觉，又吩咐春兰，子时一到就叫醒我。因为陆衍正好是子时一刻进来的，上辈子我等到腰都快断了他才回来。子夜一刻，廊下传来细微的脚步声。春兰扒着门缝往外看，果然看到楚王殿下被侍卫搀扶着正朝新房走来。她连忙跑到床边，小姐真是神了，王爷果真这个时候回来了。可是小姐卸了钗环，衣不蔽体，会不会让王爷觉得小姐不庄重？小姐现在可是楚王妃，不能像在闺中那样随戏了。王爷不喜欢太过庄重的，他根本连看都懒得看我，更不会在意我打扮如何。现在我只求自己舒适随心就好。听见外面的门被人悄悄推开，春兰连忙替我盖上盖头。夜风袭来，陆衍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双白皙的赤足踩在红色的地毯上，我的脚尖勾紧，像是极其紧张的样子。看到这一幕，他眉头紧锁，眼底溢出冷意。春兰也看见我没穿鞋袜，猛地一惊，怎么把脚给忘了？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她硬着头皮出了房门。相比于丫鬟，我气定神闲得多。我盖好盖头，端正坐直，只见一道黑影投到我脚下，我又缩了缩脚尖，一副可爱又胆小的模样。陆衍瞥了一眼凌乱的床铺，看来安少夫家的女儿并不像母后说的那样知书达理，恐怕是刚睡醒吧。
穿成这样是想直接勾引他，他何德何能？或者以为凭他那张脸就能勾引他同他圆床？可就算他长得再美，也动摇不了他爱雨禾的心。他本不想进来，但想到母后答应了他可以娶雨禾做侧妃，这点情面他还是要顾的。来跟他说清楚，对双方都好。他平复了一下心绪，抬手揭下了我的盖头。只见我小脸涨得通红，胆怯的瞬间，红盖头滑落到了地上。妾身见过王爷。陆言没想到我会是这样胆小柔弱的女子。卸了妆之后，他只觉我的五官更加清丽精致。他镇定自若的沉声道：“起来吧，你我已是夫妻，不必行礼。”我像弱柳扶风般站起来，我小脸通红，手指拢了拢本就单薄的外裳，越遮掩反倒越勾勒出曼妙的腰身。陆言连忙避开眼，把衣裳穿好。妾身不是不懂规矩，请王爷容妾身解释。白日里妾身的外袍被烧破了，妾身怕有损银纶，回房后就让人备水沐浴。本想重新梳妆的，大概是太乏了，一不小心就睡过去，一时忘了时辰。本王没有介意。我胆小怯懦地退到一边，看着眼前柔弱胆小的我，他觉得自己大概是吓到我了。他眼中的冷色稍稍收敛，放平了声调：“你坐。”王爷先坐。我微笑着，脸上的笑容仿佛能感染人，让他的心间猛地一颤。陆衍沉着脸坐在了床边，也尽量不看我，脸上始终保持着刻意的冷淡。我装作看不懂他的疏离，大大方方地坐在他身侧，脸颊染上红晕。石嬷嬷说：“您……”别什么都听石嬷嬷说，现在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我立刻住了口，睁着亮晶晶的眼睛懵懂地看着他。王爷请说吧。陆野敏锐地察觉到我的靠近，猛地站了起来，坚定了自己爱的人只有夏雨荷。本王有喜欢的人了，并且许诺这辈子只会喜欢他一个人，除了他，本王心里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子，所以本王不会与你圆房。石嬷嬷跟你说的那些都是错的，只有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才能坦诚相待去做那种事。原来殿下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自从赐婚圣旨送到安府，母亲也跟我说过，我只能喜欢殿下。可是之前我都没见过殿下，又怎么会喜欢殿下呢？既然殿下有了心仪的女子，就应该努力把她娶回来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自己有了喜欢的人，又没本事娶回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不喜欢你，却还是嫁给了你，只是因为圣意难违。我就是要告诉他，不是我故意闯入他们二人之间，我是奉圣旨嫁进楚王府的。我了解陆野，在他面前，自己最好是一张白纸。男人的占有欲比想象的要强得多。陆衍对我的反应有些愕然，眸光里满是探究。只见我眼神清明坦荡，脸上并无异样，反倒是他因为我的靠近心突然慌乱了起来。他再次确认：你真的不介意他进府？能让殿下喜欢的女子，定然是顶好的女子，妾身为什么要介意呢？石嬷嬷说，既然做了王爷的王妃，就要多操心王府子嗣繁盛。王妃的本分包括为殿下挑选合适的女子进府伺候殿下，以后妾身定会多加用心的。不同意又能怎样？哭哭啼啼有用吗？3日后你还不是照样娶她进门？我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？这一世我就要亲眼瞧瞧，你与夏雨荷到底有多情比金坚。陆衍看我这样平静，莫名有些烦躁。你真的这么大度？我主动问：王爷现在是否就寝？陆衍心间猛地一抖。既然说清楚了，本王就去书房睡。我壮着胆子又说：王爷别误会，我不会和王爷发生什么，我们只是单纯的就寝，各睡各的好不好？再说这么晚了，倘若王爷从新婚妻子的房中独自去书房睡，只怕明日石嬷嬷又要念叨妾身不尽妻责了。陆衍听后思虑也周全了一些，我再怎么说也是圣上赐婚娶进门的，怠慢了也不太好。我既然同意他娶雨荷进门，又同意不洞房，他没有理由再去书房睡，只要我识大体，他便不会为难我。妾身伺候王爷更衣。不必了。陆衍侧身避开我，径直朝屏风后走去。白天忙了一天，他需要洗漱一番。我神色淡淡，反正我是洗漱过了的，我也没管陆衍，爬到床上摆了个舒服的姿势独自睡了。
陆衍沐浴回来，就见我躺在床铺的最里面，我腰细如柳，诱惑可人。他愣了片刻，不得不承认，我风华绝代的容貌是世间少有的。他和一躺在床铺的最外面，中间隔了1人宽的距离，鼻息间传来淡淡的香味，正是白日他抱我时闻到的那种悠悠淡淡的香味，极其好闻。他握紧了拳头，翻身背对着我。本王绝对不会做对不起雨禾的事情，雨禾才是本王此生所爱。他一腔热血地爱着一个女子，他觉得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爱情。想到此处，他缓缓闭上眼睛，进入了梦乡。我在心底冷笑，心坚硬如磐石，身体倒是很诚实。上一世他连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去了书房。这一世他主动上了我的床，真是个好兆头。清晨，陆衍怀里突然多了一团柔软，下一秒我忽然换了个姿势，手指不经意间轻抚过他的脖子，让他身上瞬间涌起一股暖流。我微微轻身，将脸颊贴近他，嘴唇不经意间贴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他的身体突然变得僵硬，他眸子微眯，染上冷意。我说过不越界的，这才1晚就原形毕露了。说什么不喜欢我，现在却又勾引。在确认我仍未醒来之后，他稍稍避开了我，我却突然伸了一条腿过去。他心尖微颤，紧接着皱紧了眉头。不等我再有动作，他猛地将我推开，毅然决然下了床，仿佛内心毫无波动。我被他吵醒，有些不知所措。王爷，安子轩，你可真是演了一出好戏，让本王差点真相信了你是个心思单纯的女子。我只觉得莫名其妙。王爷为何如此指责妾身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句话陆衍是听见了的，他似乎更气了。气人不自知。我眼中满是不在意。丫鬟春兰战战兢兢地进来。刚才奴婢瞧见王爷十分负嫩地离开了，王妃是怎么惹王爷生气了？昨晚王妃和王爷……别多想。楚王也不是什么正人君子。据奴婢调查，楚王和野女人卿卿我我，王爷一门心思都扑在那个女人身上。小姐比那个女人好10000倍，王爷竟这般委屈小姐。慎言。小姐和王爷的婚事是皇上赐婚，刚成亲就冷落小姐。我眸光微亮，沉声道：慎言。再不懂规矩，本王妃就遣送你回府。秋菊胆怯，立刻住了嘴。紧接着石嬷嬷等人也鱼贯而入。昨晚王妃和王爷并未圆房，我也是昨晚才知道，王爷心有所属，嬷嬷教我的那些都没派上用场，我真没用。王爷竟真的为了那个女人守身如玉，王妃不必心急，来日方长，王爷总会看到王妃的好。我乖巧的点头，一句话都没说。我刚到前厅，就见陆衍等在那里，就算再气，待心腹进宫给皇后请安的规矩，他还是懂的。我步态婀娜，徐徐朝他走去。妾身见过王爷。陆衍有些争冲。按照礼法，今日本王要带你进宫请安谢恩。你若准备妥当，我们就走吧。好。陆衍原本想嘱咐我几句，看我穿着得体，仪态大方，便不再多言。想来石嬷嬷都教过我了。两人同乘一辆马车进宫，刚到了承天门，马车就停了下来。即使是王爷的马车进了宫，也需要在承天门换乘宫中的马车才能进入内宫。他第一个钻出来，潇洒地下了马车，我紧随其后，却突然停下了脚步。王爷可否扶妾身一把？妾身的丫鬟不在身边，王府的马车主食比我家的高很多。他见我娇弱地站在高高的马车上。安太傅家的女儿怎如此柔弱？她就不能自己下来吗？他不想多等，便上前一步朝我伸出手臂，示意我扶着下来。多谢王爷。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会撒娇的女人有人疼，懂事的女人让人心疼。我活了一辈子都没学会的道理，竟在宜春楼学会了。温热嫩滑的触感让他似想起了什么春光画面，他只颔首，并未多言。接下来上马车时，扶着手臂。我抬眸，一眼扶着他的手臂，避开肌肤之亲。这也介意，真是好笑。我享受其中，他满心不愿，却不得不事事照顾。两人看着，倒像是一对恩爱的新婚夫妻。远处的长廊里，
楚王殿下对小姐海誓山盟，说过此生非小姐不娶。这会儿不仅娶了别人做王妃，还对别的女人呵护备至，奴婢真是替小姐不值。阿言解释过了，娶她非他所愿，皇命难违。他也给我保证过，此生绝不会对别的女人动情。昨日阿言娶心腹时，他也藏在人群中，他清楚地看到阿言看我的神情有多惊艳，他心里很难受。在望月楼等了他一晚上，他以为他会来，最终他还是没来。他们昨晚上圆房了吧？他越想越伤心，若非因为爱他，他会离开。可是正如姑母所言，将爱人拱手相让，如何能甘心？夏雨荷捏紧了拳头，暗忖：我绝不放手，阿叶是我的。原来何姐姐偷偷跑出来是来看五哥的新王妃呀！我才不是看他，我是想要去骑马。他自信满满，相信阿衍不会喜欢上别人。阿衍更不是一个色令智昏的男人。昨日因为隔得太远，他又藏在人群中，也没看清楚我长什么样。其实他也想去看看我到底长什么样。刚才他站在皇城上远远瞧着，只觉得远处的倩影身材高挑，婀娜多姿，就是看不真切容貌。本公主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敢抢何姐姐的心上人。何姐姐别难过了，你看我的，我定让她不好过。月儿，夏雨荷想要阻止，陆月儿已经带着人朝那边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。这边辇车刚停在坤宁宫门口，我动作优雅地钻出马车，这一次不用我喊，陆衍都主动伸出手臂示意我扶住下车。我唇角勾起笑容，我玉指刚搭上去，就被一股力道推了一把。王爷！我惊呼一声，脚也没站稳，猛地朝马车下栽去。他眼疾手快，懒腰将我抱起，我眼中惊魂未定，小脸变得惨白，身体也瑟瑟发抖，双臂挽住了他的脖子，声音娇媚如丝：王爷又救了妾身一幸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他将我放在地上，盯着陆月儿，沉声道：九妹，你怎可如此胡闹？陆月儿没想推我下车，只是想打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，看着甚是碍眼，不曾想会让我摔下马车，甚至给了机会让他救了我。陆月儿也只有13岁，她嘟着粉唇。刚才发生的一幕不是她想看到的，更不是何姐姐想看到的。她不仅不道歉，反而故意说：五哥，你难道忘记了何姐姐还在等你吗？若让她看到你和别人卿卿我我，她该多难过啊！提到夏雨荷，陆衍心头焦急。雨荷在哪儿？知道你携新王妃进宫，她去马场骑马去了。听到这里，陆衍不管不顾转身就要走，我眼疾手快，脚一崴扶上了他的手臂，拉住了他，低头用2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：王爷，你若想娶雨荷姑娘进府，此时你就不能走。皇后娘娘还在坤宁宫等着。雨荷姑娘若想进府，只有皇后娘娘点口，否则她便要背上一个无媒苟合的罪名。他眼中猛地一惊，眼神寒冷如冰，似要把我盯出个洞来，说出的话更是伤人。若不是你，雨荷便是本王的正妃。王爷冷静想想，若没有我，也还有别的女子嫁给王爷。我猜雨荷姑娘永远不能做王爷的储王妃，所以王爷才委屈娶妾身的吧？你……他眼中满是惊异，眼前的我一点不像他想象中的娇弱。王爷暂且先忍一忍，妾身定把雨荷姑娘给您娶进门。我没有半点心机，眨巴着大眼睛，毫无心计的样子。待会儿我陪你一起去找雨荷姑娘，我替你给她解释。昨晚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以后我也不会和她争什么。你们两情相悦，我定不会横插一脚。王爷只需要给我安抚一个体面，让我不至于受人议论即可。我眼睛黑白分明，纯净如水，满脸真诚。陆衍没有想到我竟这般为他与雨荷着想。我明明是储王妃，却委屈至此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明明是母后和夏贵妃娘娘的恩怨，不该迁怒旁人的。我嫁给一个不喜欢的人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他想明白这些，对着陆月儿说：九妹，你去告诉雨荷，在老地方等着我。陆月儿不知道我们2人悄悄说了些什么，他还以为五哥会为了何姐姐丢下我。只见我温婉地站着，
朝陆玉儿颔首。九公主是否要同我们一起去给母后请安？哼！陆玉儿嘟着嘴瞪了我一眼。本公主去找何姐姐了，在我心里，只有何姐姐是我的五嫂，其他人别想。说完，她高傲地扬着头颅走了。哼，今天真让你把陆燕带走，丢的就是本王妃的脸了。若换上一世，我一定会哭死。坤宁宫内，石嬷嬷早将魏元房的消息传给了程皇后，自然外面发生的一点小插曲，皇后也已经知晓。不管我是怎么做到的，我终归是保全了自己的体面。只见程皇后秀眉轻挑，淡淡道：“若安子轩是个有本事的，元房早晚的事。依今日所见，本宫倒是给眼儿挑了一个好王妃。王爷扶上扶下，想必是喜欢王妃的。九公主也太不懂规矩了，人都到宫门口了，也不说进来给娘娘请安，真不知道贵妃是怎么教导的。早晚有她苦头吃。她也厌恶陆月儿。王爷的婚事自从定下来，贵妃就去陛下面前求个恩情，最后皇上一句君无戏言，回绝了贵妃。当时那脸难干的啊，陛下可算替娘娘出了个口气，还是娘娘英明，早贵妃一步去请了圣旨。想到这事，皇后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。她唆使她侄女勾引本宫的儿子，把眼儿迷得五迷三道。既然眼儿喜欢，本宫也不做那棒打鸳鸯的事，伤了母子情分。本宫就成全她做个妾。娘娘英明。眼儿虽是嫡子，却也很少得到皇上的疼爱。如今太子未立，皇上儿子众多，明里暗里大家争得你死我活，加上皇上越来越生性多疑，他是怕本宫的儿子得了夏家的助力，自然不会答应。眼儿如今也需要藏拙，又到了议亲的年纪，娶个无权无势的少府之女，让皇上放心。安府又是书香门第，倒也勉强配得上。皇上也有意敲打楚王，防着程氏一族。帝后各有心思，皇上能赐婚，程皇后只觉得瞌睡遇到枕头。禀娘娘，王爷和王妃到正厅了。程皇后抚了抚发髻，搭上喜嬷嬷的胳膊，从座位上起身。走吧，去瞧瞧本宫这位如花似玉的儿媳妇。她选安家女儿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安少妇没什么权势，往后比较好控制。我和陆衍被引着进入正殿候着，我目不斜视，不卑不亢，始终保持着端庄姿态。我暗忖着夏贵妃和程皇后明争暗斗，在皇上面前，夏贵妃处处压程皇后一头。皇后虽是正宫之主，和皇上的情分却浅薄如纸。她心中一直苦闷，一辈子不得丈夫宠爱，和自己真的很像。不过皇后就很聪明，一生谋划的都是这后位，而我一直痴念陆燕的爱，蠢到家了。这时，皇后换了副笑脸，盈盈走进来，端正坐在软榻上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我也恭敬跪拜下去。臣妾给母后请安。不必多礼，都起来吧。眼儿，还不快扶你媳妇儿一把？陆衍规规矩矩扶起我。谢王爷。这时，喜嬷嬷又端来茶水，我接过。母后请喝茶。皇后接过，轻抿了一口，又放下。拿上来吧。吩咐宫女拿来托盘，上面有几样精致的首饰，算是见面礼。我恭恭敬敬接过。谢母后。宫外刚才发生的事，本宫也听说了。眼儿要纳她做侧妃，你可有意见？回母后，臣妾没有意见。臣妾回府便着手操办王爷纳侧妃事宜。皇后眉头微微皱了皱，性子软绵了些，怕不是夏雨荷那心机女的对手了。喜嬷嬷，招呼他们坐。本宫这儿媳妇儿啊，可把盛江城的女子都比下去了，水灵灵的模样，真是让本宫喜欢。母后谬赞了，臣妾没那么好。我偷偷瞥了一眼陆衍，皇后看在眼里。本宫说你好，你就好。子轩小名唤软软吧，以后本宫也同你母亲一样唤你软软，可好？好，我娇柔的模样清纯无害，
仿佛我是一颗极听话好用的棋子。前世我因为得不到陆衍的喜欢，又不听皇后的话，在皇后这儿成了弃子。后来夏雨荷的手段果真是高明，陆衍为了他和皇后几乎闹到断了母子情分，甚至在夏雨荷坐上皇后之位后，夏贵妃和皇后同享太后尊位，气得我吐血。这一世，我甘愿做皇后的棋子，就算不择手段也要登顶后位。早膳过后，陆衍借故要去御书房独自离开了，我则留下来陪皇后说话。我端庄有礼地坐在软凳上，皇后开诚布公。新婚不到2天，你当真愿意俨儿娶侧妃进门？妾身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什么，不如成全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母后不也是这样想的吗？越是阻拦，她越是要对着干，不如由着她去。我五官精致绝美，神色淡然如微风，晶莹剔透的眸子里荡不起一丝涟漪，仿佛真的不介意。陈皇后端详我片刻，唇角突然勾起了笑容。果真是个聪慧的女子，有软软这么贤惠的妻子照顾俨儿，本宫也就放心了。夏雨珂自小在边塞长大，性子活泼了些，俨儿也只是一时觉得新奇才沉迷了些。以后夏侧妃进了府，教导侧妃的重任，本宫就交给你了。如何教导，软软自己拿出一个章掌出来。左右不过是个妾，男人嘛，就是要多哄哄，他自然就到你房里来了。我耳朵羞红一片，微微垂首，视线也只落在面前的茶杯上。臣妾知道了，皇后娘娘这是要拉拢我了，我怎么说也要回应。臣妾从小就听父亲夸赞王爷文武全才，自小就聪明能干，曾进入国武监迎战众多学子，一战成名。后来胡族集齐30万大军攻打大周，敌军势如破竹，大周城池一座座被攻破。仅15岁的楚王殿下带领了10几人混入敌军军营，生擒敌军首领胡退兵。那一仗，王爷为大周朝赢了漂亮一仗。王爷如此英勇不凡，也是母后悉心教导的功劳。提到陆衍以前的丰功伟绩，陈皇后眼中闪出骄傲的神色。可是，一想到儿子如此卓绝的才能都得不到皇上重用，眉心不禁拧在了一起。俨儿都是受了自己的连累，才不得皇上疼爱。母后怎么了？我稚嫩的脸颊上闪过一丝疑惑。俨儿现在一个心思都扑在那个女人身上，本宫也头疼，所以你要多把心思放在俨儿身上。臣妾想，王爷会明白母后的苦心的。民间有句话，先成家后立业。以前王爷还未成亲，他心思自然散漫，父皇不放心交他重任也是情有可原。现在就不同了，只等夏侧妃进府，王爷总归会勤奋上进的。皇后听至此，心里豁然开朗，眼睛明亮起来。这个主意好，让俨儿去皇上面前谋份差事。以前皇上不肯委以他重任，现在不同了，俨儿成亲了，他就是大人了，不可能整天游手好闲，皇上没理由拒绝。目前其实也不需要什么重任。皇后凝眉，此话何意？现在太子未立，各王都在争先恐后谋求功劳争表现，俨儿自然要立大功才行。现在天下太平，王爷只需要留在陛下身边，为陛下分忧即可。圣经大小事务多得度不上数，凭王爷聪颖天资，臣妾想他定能手到擒来。王爷公务办得妥妥，皇上自然高兴。皇后瞳孔放大，果然是少妇之女，有见识。留在皇上眼皮子底下，总比放任他远走他乡强。软软觉得俨儿适合哪个职位？听闻圣经此时正好有个空缺，京兆府尹之职。臣妾想王爷正好可以胜任，也是去磨练一番，静等陛下重用。给他找个事做，省得他整天和夏雨荷腻歪在一起。陛下还是太子的时候，也曾做过京兆府尹，这个职位好。本宫即刻去御书房请旨。软软，你先在宫里玩会儿。陈皇后生怕这个肥差落到了别的皇子手中丢了机会，让喜嬷嬷重新给她装扮了一番，又命喜嬷嬷从小厨房里盛了一碗汤放进食盒里，便去找皇帝去了。我连忙起身相送，直到皇后走远，我才站直了身子，迎迎出了正殿。我记得陆衍被立为太子，是因为他会在1年后重新披上铠甲，击退胡族蛮夷的进攻。那一仗陆衍打得很漂亮，后又治水有功，表现出非凡的能力，皇上龙心大悦，他才被封了太子。可是这1年，他和夏雨荷成亲后，两人你侬我侬，感情升温。
与此同时，陆衍出了坤宁宫，就直接去了马场。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媳妇给他找了个头疼又缠身的职务，以后就算没有公务，我也会给他制造公务，让他在皇上面前好好表现。马场上，一匹枣红色的骏马疾驰奔跑，马上一位英姿飒爽的红衣女子熟练地操纵着缰绳。陆衍一眼看过去，想要喊停他，却因为隔得太远，他听不到。于是他骑了一匹骏马追了上去。陆衍马术很好，追到夏雨荷面前时，他拉紧了缰绳，解释道：“雨荷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和安子和清清白白的。”我才没有生气。王爷娶了王妃，就好好和王妃过日子。我要回家了，回到边塞的将军府去。陆衍着急了，弃了马飞，奔到了夏雨荷的马背上。还说没有生气，你回去了我怎么办？父皇下的赐婚圣旨，我没办法抗旨。娶她不过是权宜之计，我喜欢的人只有雨荷一人。夏雨荷也不端着，喜上眉梢，钻入了陆衍的怀里。阿言，你真的和他没什么吗？本王起誓。我不要你起誓，我只要你全心全意爱我，心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好，本王保证，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惜你母后不喜欢我，否则她也不会这么迫不及待给你娶了王妃。阿言，我为了你真的舍弃了很多。原本我可以不嫁你做侧妃的，在我们那里向我提亲的男儿很多，我可以做他们的嫡妻。可是我心里只有你，我舍不得和你分开。陆衍心里越发满足，夏家绝对不可能把女儿嫁给别人做妾，是他保证以后若能登顶，必给他最好的。夏家也知道众多皇子中，楚王的机会最大。若不是皇后和皇上关系不好，以楚王的才能，只怕皇上早立楚王做太子了。加之夏贵妃没有皇子，她就和太后无缘。夏家想要生存，只有另谋他路。谁料皇后横插一脚，硬是让别的女人做了楚王妃之位。可你怎么还抱他啊？本王哪有抱他？我都看见了，你就是抱她了。她长得漂亮吗？陆衍脑海里划过我那张倾国倾城之貌，身体僵硬，怔愣片刻。还好吧。她比我漂亮吗？陆衍无法回答，在他心中夏雨荷就是最好的，不只是因为漂亮，他喜欢一个人不会看她漂不漂亮，只想要单纯的喜欢她。夏雨荷见他不回答，心里仿佛堵着什么似的。我是我们草原上最漂亮的姑娘。哼，你要记住，你娶了草原上最漂亮的姑娘，我能嫁给你是你的福气。他这话就是大言不惭，难怪皇后不喜欢他。天底下的人再傲气，谁能傲气过皇子？陆衍也不在意，只觉得是他性格爽朗，没有心计。他喜欢这样自信的姑娘。他道：“是，所以我期待雨荷嫁给本王的那一天。”他主动吻上她的唇瓣。阿言，你要答应我，不管她有多漂亮，你都不准喜欢她。我不喜欢他。他肯定回答。她也不准喜欢你。夏雨荷洋洋得意。不过我的阿言这么俊朗，他不可能不喜欢你的。陆衍心里闪过一种别样的感觉，安子轩的确不喜欢他，他甚至还主动替他们张罗婚事。他暗忖，安子轩说对了一句话，他和夏雨荷这样就是无媒苟合，只怕父皇对他更是失望。回去吧。这么快就回去了吗？以前阿言可不是这样的。难道是因为安子嫣，他在乎他？我还要去给父皇请安。他声音变得冷沉，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感。另一边，皇后果真给楚王求来了京兆府尹的职位，她高兴之余，只听皇帝冷笑一声：“年轻就是好，无忧无虑，勇敢无畏，要求职位自己也不来求。”其实眼儿还是很有上进心的，他小的时候就……皇帝重重地将手中的奏章搁在桌子上。就是被你惯坏的，他才这般任意妄为。他有上进心，便不会整天把心思放在女人身上，整天无所事事。皇后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陛下，你哪一句话不是在贬低他？想他小时候多聪……皇后一边说，
一边开始数落陆妍小时候的丰功伟绩，都是因为皇帝不喜欢他，所以才无辜牵连儿子不被皇上待见。皇帝眉头紧皱，震耳欲聋的吼声响彻大殿。你闹够了没有？堂堂皇后成何体统？皇后竟就只有这副德行。皇后被吼得身体抖得厉害，她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皇帝一声声刺耳的话语，宛如一把把锋利的利刃搁在她的心尖上，疼得她鲜血直流。她就这般遭她厌恶。砰一声脆响，御书房的房门被人推开，只见陆妍表情冰冷地站在门外。燕儿，还不快给你父皇请安！陆妍掩去眼底的冷意，抬脚进了门。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沉重，直到跪到皇帝面前，才恭敬地拱手道：“儿臣参见父皇。”起来吧。谢父皇。陆妍一如既往的恭敬。皇帝刚和皇后吵完架，他仿若习以为常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。你母后来给你求了一个职位，眼下京兆府尹正好空缺，你若不能胜任，朕便派别人。这是以为他要拒绝，才说了后一句话。儿臣定不负父皇母后众望，谢父皇。陆妍拱了拱手，他指节分明的手指紧握成拳，力气重的仿佛露出森森白骨。任命陆衍为京兆府尹。皇后暗自高兴，却不敢表露出来。皇帝是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。退下吧。父皇，儿臣与夏家姑娘情投意合，儿臣请父皇下旨，儿臣要求娶夏家姑娘为侧妃。夏家愿意把女儿嫁给楚王做妾，看来夏家很看好楚王啊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怎么还要娶那个女人？皇帝神色灰暗不明，片刻后才道：“这种小事，就由你母后做主吧。皇后以为如何？”陈皇后眼珠子一转。妍儿已经娶了王妃，府中是否要进人，应该交给王妃决定。哼哼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皇帝也打得一手如意算盘，没有皇上赐婚，夏家定然不瞒楚王让女儿做妾。儿臣告退。他本想替夏雨荷求一个尊贵，没想到适得其反，最后决定权竟落在了我手上。陈皇后走后，我在宫里觉得有些无聊，便让女官陪着我到了花园散步。此时正值百花齐放的好时节，满园的花儿争奇斗艳，开得娇艳欲滴。我脸上带着淡淡的笑。果然是皇后娘娘居住的宫殿，气派非凡。天气有些炎热，去找一柄扇子来。金边刺绣的团扇上绣着一个扑蝶的少女，少女身姿轻盈，旋转的身体像是在翩翩起舞。只见我轻移莲步，身姿婀娜，犹如春风中飘扬的杨柳。我的眼神深邃而迷离，一首红妆唱出，眼中似含有千言万语，完全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。陆衍回到坤宁宫时，正好看到我优美的舞姿和听到我动听的歌喉，他心中的郁结仿佛瞬间消散，我脸上的笑容仿佛能融化世间的一切寒冷。他此时才知道，原来安子轩也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嫁给他的，他盼望过和自己的夫君相伴此生乐无涯。陈皇后怒气郁结，比陆衍晚一步回来，她更没有心情欣赏歌舞，突然看到花园里围满了人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怒喝一声：“都围着做什么？”瞬间，周围的宫女太监一哄而散，花园里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抬眼就见陆燕和陈皇后的到来，吓得花容失色，猝不及防摔在地上。紧接着我痛呼出声，全身瘫软。刚才你们在做什么？母后恕罪，臣妾见园中实在是美景宜人，一时没忍住在园中跳舞，不慎摔了一跤。陈皇后是被皇帝气的，也不会迁怒我，冷声道：“起来吧。”是。我咬着唇瓣想要起身，可脚腕刺痛难忍，痛得小脸惨白。只见我额头细汗连连，不知所措。陆衍见我手掌捂着脚踝，沉声问道：“崴到脚了？”好像是。传太医。又命宫女将我扶起来。我吃力地站了起来，脚踝处传来一阵剧痛，疼得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
根本无法向前移动半步。陆衍一个箭步向前，打横将我抱起朝内殿走去。我惊得睁大了瞳孔，呆呆地盯着他的眉眼。他脸上还是那般冷硬如冰，动作更是粗鲁。他将我放在软榻上，一点也不怜香惜玉。太医来之前，本王先替你检查一下是否伤到骨头。我美眸闪出一丝光华。王爷也会。陆衍不想解释，这是一个军人必备的常识。可惜他永远不能再上战场了。父皇厌恶自己，已经放弃了他。他亲自替我把裙角掀开，脱掉鞋袜。只见我完美无瑕的玉足通红一片，脚踝处肿得老高。他手指轻轻一按，疼得我眼泪瞬间滚落出来。痛就喊出来吧，喊出来要好一些。我流泪不止，眼睛紧闭，摇了摇头。因为疼痛难忍，我甚至开始咬自己的手背。陆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怕痛的女子，她还没动手呢，待会儿服冰的时候更痛。没伤到骨头，只是扭到了。先冰敷后抹药，去取冰来。王爷，抹药痛不痛啊？会痛，忍一忍就好了。我腿一缩，整个人都蜷缩在软榻上，眉头紧紧皱起，那一双眼眸似深邃的湖泊，盈满了晶莹的泪光，脸颊上的泪珠似珍珠一般，白皙的小脸染上晕色，美得让人心碎。不抹药了吧？不动它就不是那么痛了，让它慢慢好。不冰敷不涂药，你这只脚就别想好，会瘸的。我吓得又伸直了腿。我能忍的，我不要变成瘸子。他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很快，宫女也找来了冰块，可冰块刚碰到脚踝，轻点儿，痛。宫女见状更不敢用力，只要稍微碰到我一点，我就痛得全身站立起来。她实在看不下去，不用点力，怎么消肿？宫女哪敢不从，试着加重力度。我更是痛得狠狠咬着手背，手背也被我咬出血痕来。他瞧着我这副模样，像是要痛晕过去了，又对宫女道：“力道不对，本王来吧，你们先退下。”宫女如释重负，连忙退开。只见她坐在矮凳上，双手轻轻捧着我的玉足，冰凉的指尖轻轻在我的脚踝处打转，企图让我慢慢适应痛感。不要摇手了，再咬待会儿又要治手了。你抓住我的臂膀，想点别的事，分散一下注意力。我乖巧的点头，双手扶上他的手臂。下一秒，当冰块与痛处接触，我猛地抓紧，狠狠地捏着。我感觉他的力道加重，但我至少没有再乱动。他又继续打圈替我消肿，痛得不能忍时，我猛地搂住了他的肩膀，手指掐着他的肩背。他眉头微皱，俊美的五官染上红晕。我的脸颊磨蹭到他的耳朵，酥酥麻麻的。一系列动作完成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脚踝才稍稍有些缓解，也不那么肿了。我仿佛要痛晕过去了，一时迷糊地瘫软在他怀里。此时我额头眉间满是细汗，身体仿佛也被汗水打湿，香汗淋漓的模样惹人怜爱。他喉咙滑动，心脏跳得厉害。我在他怀里极不老实磨蹭着，还好宫殿里只有我们两人，否则让宫女太监看到这副模样，该误会我们举止失礼了。殿外，陈皇后让太医留下跌打损伤的药，便让他离开了。他唇角勾起浅笑，让人不要进殿去打扰。老奴从未见王爷如此耐心。王妃若能得王爷喜欢，正好替娘娘去了烦纽。那夏家的女儿，妍儿重感情，她绝对不会因为安子妍而放弃夏雨荷。现在只有看妍儿能不能对安子妍上心了。是，这么个娇滴滴如水做的美人儿，王爷难免不会动心。皇上既然同意妍儿担任京兆尹一职，就说明皇上没有完全放弃她。以妍儿的聪明，她定能做出一番成绩。安子轩说的没错，让妍儿在皇上的眼皮子底下，她才能想起她还有这么一个优秀的嫡子。回府的时候，陈皇后接顾乏了，也没有出来见我们，让我们自己回府。我上了药，脚上缠着绷带，是由陆衍抱着上的马车。王爷，何事？谢谢你。
也是母后不小心吓到你了，才导致你摔倒扭伤了脚，不用谢。还有上一次、上一次，都谢谢你。他顿了顿，知道我说的是新婚当日，还有在宫里我差点摔下马车。沐浴时注意脚不要碰到水，这几天都不要下地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他抱我时，明显感觉到我的衣裳被汗水打湿了，浑身是汗，应该不好入睡。他自己都没有察觉，他仿佛已经接受了我是他的妻子，而我们之间这种相处模式，像极了相敬如宾的夫妻。陆衍离开后，我才坐直了身子，眉眼恢复正常，抬起水杯轻抿了一口。准备水吧。王妃，您和王爷在宫里发生什么事了？王爷怎么抱着你回来，还说那些话？王爷像是在关心你。别多想，他对别的女人也是一样的，特别是对夏雨荷尤其的温柔。我脸上的娇羞模样瞬间消失不见，换上了淡然的神色。春兰不明白小姐为什么不会动心，王爷这般风姿卓越，是个女人都会对他这样的俊美男子动心吧。我沐浴过后，又让人在桌案上摆了文房四宝，开始静心练字。今天晚上陆燕不会来了，她没有理由再进入婚房，所以我得想个办法。上一世，夏雨荷特意把进府的日子选在了我回门的那一日。这一世既然皇后让我全权做主，那我就让她慢慢等。去把这个交给王爷，问他是否觉得恰当，如不满意，请王爷过来，另选吉日即可。定在5日后，今日是3月23，5日后正是3月28。王妃怎么这么快就让那个女人进府？她真的进了府，王妃不就没机会了吗？5日只不过是本王妃提出来的日期。王爷很快就要忙公务了，他没这么快进府。春兰和秋菊只觉得满头雾水。王爷这么喜欢那个女人，他巴不得即刻就娶夏雨荷进门，怎么可能拒绝5日后娶侧妃？秋菊到了书房，将我的话一五一十地转告给了陆衍。他看过之后，神色微冷，俊美的脸颊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怒意，问道：王妃还说了什么？王爷若觉得这个日期不满意，可以去和王妃再行商议。原本夏雨荷和陆衍商议的是3月24，也是吉日。然而3月28正是那个人的忌日，这个一直是他心底的秘密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这是王妃说的，难道她知道什么？不可能的，没有人知道的。偏偏她挑的日子就这么巧合。换个日子。秋菊不得不在心底佩服，王妃果然料事如神，真是神了。可是王爷不是迫不及待要娶侧妃进门吗？3月28的确是最好的日子了。若要换日子，王妃请王爷去共同商议。不必了，出去。他眼神突然冷冽，秋菊吓得连忙退了出去。他觉得莫名其妙，刚才王爷的眼睛仿佛要杀人。秋菊刚转身就听见楚王让人拿酒来，连忙回了王妃的院子。他暗忖，真是莫名其妙，我哪句话得罪楚王了？我练了一会儿字，就有些乏了，准备上床小憩一会儿，才想起今天还没有练功。秋菊回来后说了书房的情况，王妃又道：王爷可生气了，我看见林侍卫搬了好几坛酒进去，王爷这是想要醉生梦死啊！我听后浑不在意，随他去，他想娶夏雨荷，早晚会来找我的。我记得前世每逢3月28，陆衍都不会宠幸嫔妃，就算是夏雨荷也不行。我不知道那日有什么特殊的意义，但对陆燕来说，的确意义非凡。恰逢此时，陆衍醉酒闯入了我的闺房，他不管不顾绕过屏风，看见眼前的情景，眼中一闪现几分慌乱，然目光却难从眼前的女子身上移开。前面的女子美得让人窒息，我大惊失色，匆忙掀了薄被遮在身上。我遮的也像没遮一样，咬着朱唇，故作生气。王爷进门怎么不敲门？这里是揽月阁吧？这里是本王的寝室吧？这些都是本王的东西，
本王进本王的卧府，为什么要敲门？你哥！说着，他就要往床上去，紧接着他朝我扑来，我也没打算避开。下一秒，他怀里多了一抹温热，直接把我压倒在身下。我秀眉蹙起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原来陆衍醉酒这么可爱，谁会想到他将会是大周朝铁血、手腕冷酷无情的帝王？我的手指慢慢抚上他的脸颊，轻声问道：“王爷为何会喝这么多酒？”本王没喝多少。玉和，陆衍啊陆衍，你就这么爱夏雨荷？王爷，你看清楚，我是安子璇，不是夏姑娘。他突然想到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去找我商量，他无厘头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就明日吧。”我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明日让夏雨荷进门，明日可是我的3日回门礼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是何其重要，她都没半点放在心上，只能说明一点，她一点都不在乎我这位正派王妃。我见她闭着眼睛，像是醉得很了，暗道：这是喝了多少酒？只怕泡在酒坛子里了吧？我眸子里闪过一丝冰冷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妾身了。春兰、秋决，进来帮我一把。丫鬟进来，见两人姿势暧昧，羞得闭紧了眼睛。我脚不能用力，你们快来帮忙啊！扶他起来，推到床上去。几人合力将陆衍摆弄好，又脱掉他的锦袍和鞋袜。我累得气喘吁吁，我遣退丫鬟，安静地躺在了陆衍身边。忙碌了一天，我是真的累了，也没心思去勾引一个喝醉的人，沉沉睡去。一夜无眠，两人都睡得香甜。翌日我醒来，发现自己又在陆衍的怀里，想到昨晚给他用了点迷香，我唇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冷笑。夏雨荷，这辈子你就慢慢等吧。正当我要伸手摸上他的鼻梁，他突然动了一下，像是要醒了。我连忙闭上眼睛，佯装成睡熟的样子，他却突然翻了个身，将一条长腿压在我的腿上，刚好碰到我的脚踝处。妾身不是夏姑娘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他被我的娇喝声吵醒，睁眼看到怀里抱着的人，脑海里闪现出昨晚他闯入房间的画面。他只觉得头痛欲裂，怎么也记不起来他扑倒我之后发生了什么事。见自己衣裳也脱了，两人又如此暧昧，他猛地推开我，紧接着只听耳边又传来嘤嘤的哭泣声。只见女子娇弱的蜷缩在一旁，眼中弥漫着水雾，像是被人欺负了。似想到了什么，她如遭到雷击，猛地从床上站起来，瞬间清醒了。我们没……你怎么又哭了？我没把你怎么着吧？王爷压到妾身的脚了，妾身实在是痛，一时没忍住才哭的。今日妾身要回门，脚伤成这样，我怕母亲担心。我直接提出要回门，他如释重负，这么说他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他哭仅是因为压到他的脚了。昨天他是见识过我的娇弱的，半点痛都忍不了。他再次确定，昨天晚上本王喝醉了，记不太清楚了。王爷睡得像猪一样，喊也喊不醒，抱着妾身，嘴里一直喊着雨荷。王爷定是把妾身当成夏姑娘了，妾身挣脱也挣脱不开。王爷的衣裳还是妾身让丫鬟进来帮忙脱的，衣裳上全是酒味，丫鬟拿去洗了。随后妾身实在太累，就睡王爷旁边了。我脸上满是真诚，生怕他误会。王爷放心，我们各睡各的，一觉睡到天亮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清清白白的。对不起。安子轩没做错什么，他却这么对他。我就是要让陆衍愧疚，抱着自己的正妻，嘴里却喊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。也不用说对不起，王爷也算是正人君子，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来。只是今日妾身要回门，妾身的父亲母亲定在家里盼着我们。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今日正好是他和雨荷约好迎娶他过门的日子。昨天晚上他就是来和我说这事的，他答应要去夏府接雨荷的。非得回门吗？
他问出这句话，果然还是想先去接夏雨红。女子嫁人都是要有回门礼的，夫君若不陪妻子回门，王后那女子就别想活了。这么严重？他还不太懂这些规矩。王爷，我说过了，我不会打扰你和夏姑娘。我只想要王爷给我安家一点体面，我就占用王爷这一点点时间而已。我是说你的脚伤成这样，不方便。就算我脚断了，我爬也得爬回去。我撇开眼不看他。那就这样吧，怎么还生气了？我换脸也快，呆愣地盯着他。王爷是说会陪妾身回府见我爹娘，王爷若能去，他们一定很高兴的。我脸上满是泪痕，又布满笑容，完美的身段恰似精雕细琢的艺术品，如雪的肌肤在晨曦的光线下更显楚楚动人。他有一瞬间着迷，不禁为之倾倒。陆眼色迷心窍，点了点头。本王和你回去。谢谢王爷。我讨好的模样，朝他俯了俯身。春兰、秋决、石嬷嬷，多备一份早膳，打水来准备梳妆。今日我们回安府，我可想爹爹和娘亲了。说到回安家和我的父母，我娇俏的脸颊上布满了笑容，眸光璀璨夺目，周身都透露着幸福，欢快的像林间鸟儿。待两人梳洗完毕，出现在对方面前时，两人不约而同地怔愣了一下。晨曦初露，天边丝丝缕缕的云霞洒下来，院中的两人矗立，宛如神仙眷侣一般。秋菊端了精美的膳食上来，故意从两人中间过。王爷、王妃，眼睛都看直了，还说不喜欢我家王妃。他连忙避开视线，径直朝凉亭走去。他的确是饿了，昨晚他光喝酒去了，管家准备的晚膳他没吃多少。桌上的食物散发着淡淡的香味，他味蕾像是被打开，肚皮里空落落的，看着更饿了。老奴给王妃准备了粉蒸桂花糕，糕体软糯，还有银丝燕窝粥，粥浓而不腻，丝滑入口，滋身养心。还有一小块玫瑰酥，牛乳杏仁乐是王妃最喜欢吃的。还有，给王爷也准备了一份。他朝石嬷嬷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每一样都很精致，但是每个盘子里都只有2小块。这是多准备的一份吗？难道安子轩平时每一样食物就只吃1块？王爷请慢用。他颔首点头，一顿早膳吃了半个时辰，全程两人不发一言。最后他只觉没吃饱，又不好意思说什么。安家的人做的膳食的确精致美味，色香味俱全，让人意犹未尽，还想再吃。王爷要陪王妃回门的消息传遍了王府，程管家连忙从库房里挑选了些回门礼。这些是要送到安府去的。回王爷。是。他眉头皱起，又道：回门很重要吗？是否要隆重办？回门是大婚最后一项仪式，非同小可，特别是对女方家尤其重要。至于如何重要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姑爷陪着新婚妻子提着礼物拜见岳父岳母，这是礼数。回门礼办得好与否，能体现姑娘嫁得好不好，受不受姑爷重视。平常人家很是看重，富贵人家更是在意体面。不过王爷身份尊贵，自不必朝一个少池行礼。王爷能去是他们家的福气。他沉思片刻，又扫了一眼程管家准备的回门礼。去库房再取些东西来。程中原本就是随便捡了几样，走个过场罢了。按照王妃的规格，再去取一些也无妨。程管家，你让人去问问王妃家都有些什么人，兴趣爱好如何，照着他们的喜好，分别再给每人挑选一样礼物吧。程管家听到此，瞬间愣住了。每人再送一样。本王送不起。楚王府虽然不得皇帝重用，但是楚王自己毕竟也是有私产的人。楚王府自有家底。陆衍连着2晚都睡在我的卧室里，程管家以为他是极喜欢这位王妃的，挑礼物时也只往好的选。安府坐落于城北的杨柳街，安怀在国子监任少傅一职，也是国子监众多少傅中的一员，因教学有方，德行出众，任职时间久远，曾被多次嘉奖优秀少妇，很受人尊重。因为今日是楚王妃回门，安少妇特地被放了1天假，安母更是从昨晚凌晨就睡不着，开始在厨房忙碌。安家的大姑娘安如梦同姑爷金继也一早就到了安府。
安抚满门就怕怠慢了楚王殿下，全都光鲜亮丽，换了新衣，翘首以盼。直到安抚的小司机匆匆跑来，到了，楚王府的车队到巷子口了。安少妇携妻儿老小到大门口迎接，这才远远瞧见楚王府的车队徐徐行来，瞧着气派非凡。马车在安府门前停下，程管家上前作揖打了个照面，又吩咐王府护卫卸下回门礼。另一辆奢华的马车旁，陆衍先一步下了马车，我则是由丫鬟搀扶着缓慢钻了出来。安夫人瞧着女婿芝兰玉树一般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一时看呆了。安少妇连忙拉了妻子一把，示意安家众人跟着他一起行礼。下官参见楚王、楚王妃。见父母朝自己行礼，我眼底微红，我知道这是皇室的礼数。陆衍瞧见我又要哭了，沉声道：“越放岳母，快免礼。”下一秒，只见他突然从丫鬟手中接过我，将我打横抱起，解释道：“王妃昨日进宫崴了脚，行动不方便，本王抱她进去。”我想过他会抱自己下车，但是没想过他会唤我的父母为岳丈岳母。我一时有些愣神，毕竟上一世他连见都懒得见他们。安府因为我荣耀一时，却遭世人唾弃了一世，安家众人为此吃尽了苦头，全都是因为我所嫁之人不喜欢我。岳丈，可有稍作休息的地方？王妃的脚有些不方便，去正厅坐吧。安怀看了我的腿一眼，满是担忧，却也没越矩上前查看。父亲不必担心，是王爷小题大道，女儿其实已经没事了。安怀瞪了女儿一眼，眼中满是心疼。马上开饭了，冉冉先陪着王爷，我去看看你娘和你二姐。一直到了正厅，他将我放在椅子上，我才开口细声道：“谢谢。”他朝我挑了挑眉头，凑近我耳旁细声道：“这总算够体面了吧？”我脸颊微红，微垂着头，像是和楚王夫妻关系十分和睦的样子，娇俏的容颜挂上羞涩，像是耳鬓厮磨。谢谢，真的很谢谢你。才认识3天，他就听我说了很多谢谢，我这就很满足了吗？这时，安府四少爷安志清笑盈盈地朝我们走来。志香拜见王爷姐夫，三姐安好。紧接着，他又朝陆衍行了一礼，谢三姐夫送的礼物。他顿了顿，眼前的少年13、14岁，和我有一样的眉目，一张笑脸看起来放荡不羁，极为漂亮。他有些尴尬。不必谢。紫萱玉的砚台，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，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。安志清眼中满是光彩，喜欢得不得了。他见自己准备的东西被人如此喜欢，心里也很高兴。多谢妹夫的厚礼。偏厅已备好饭菜，随我来吧。他收到的礼物是一套翠玉轩出品价值不菲的首饰。安如梦容貌也算上层，两姊妹都遗传了母亲冯静媛的美貌。安如梦如今也24岁了，是2个孩子的母亲，身材半点不走样，看上去更加风韵犹存。陆衍不仅给安如梦准备了首饰，连他的2个孩子也各自准备了玩具，还是市面上最新款的，自然也是城管家临时派人去买的。安如梦的夫君金继是位商人，陆衍送了他一把金算盘。金家不差钱，但是王爷送的意义非凡，他自然爱不释手。安母见女儿嫁得如此好，又得夫君这般疼爱，喜极而泣。女儿这不是很好吗？娘，你怎么又哭了？娘是真的高兴，软软嫁了如意郎君，娘高兴。安如梦真心为妹妹高兴，低声道：“原本我以为三妹嫁进楚王府会养人鼻精过日子，现在瞧来，楚王殿下不仅一表人才，还体贴入微。娘说对了。”我低头喝汤，故作娇羞，暗忖着他们不知道，上一世不仅没有回门礼，甚至陆衍连眼角都没看我一眼。楚王亲迎下侧妃，身着大红喜服进了门，我被请去喝主母茶，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羞辱，我成了全盛京城最大的笑话。看着他们恩爱有加，我心都在滴血。他见安母应声哭泣，暗道：安子轩这爱哭的毛病，怕不是随了他母亲。瞧着他母亲也温温柔柔的。王爷现在是京兆府尹，此职位非同小可，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，紧密相连。哎呀，安怀，你喝了多少马尿，又开始说教了不是？人家女婿是王爷，不比你懂这些道理，你还让不让人
好好吃饭。安怀背后瞬间就闭了嘴。微臣敬王爷。他震惊又有些好笑，没想到安少父在家里是个妻管严，更没想到安子轩母亲的情绪转变这么大。他抬起酒杯，抿了一口，掩饰尴尬。安志清没喝酒，为了打破尴尬，他连忙岔开话题。王爷姐夫，别光喝酒，多吃菜。这些菜肴都是母亲亲自做的，样样都是她的拿手菜。经济也道，岳母手艺是顶好的，声音里满是讨好。安怀背后也不敢吭声，老实吃饭，那样子和他在学堂里的威风与威望大相径庭。安家一家人其乐融融，陆衍心里竟有些酸楚。看着眼前碗里堆积如山的佳肴，他也不嫌弃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这些都是亲戚用公筷替他夹的。金继见状，只觉得受宠若惊，不仅和楚王殿下同桌吃饭，同壶饮酒，他还吃了自己给他夹的菜。最有面子的是，楚王殿下是他妹夫。陆衍从未觉得这般轻松，高兴之余就多喝了些酒。至于夏府那边，他也第一时间派亲信送了消息去，会另择吉日迎娶她。安子轩也答应他们的婚礼会隆重办，绝对不会让夏雨荷受半分委屈。安子轩能做到此，他觉得他很大度，于是便做了退让。雨荷是个心胸豁达的女子，一定也会理解的。夏府里，夏雨荷听说楚王陪楚王妃回娘家的消息，她整个人仿佛凝固了一般。阿衍明明答应我的，他怎么会去了安府？他明明不在意安子轩，答应今日来接我。床上是他陪着一起挑选的嫁衣，原本侧妃只能穿粉色的嫁衣过门，是他坚持要给她全盛京城最华贵的新娘喜服和最隆重体面的婚礼，这才重金订了一套大红色的喜服。这已经是王爷第2次失约了，今日可是小姐出嫁的日子，他怎么可以随便派个护卫过来说今日不能接小姐，推迟婚礼？要推迟到哪一天？堂堂将军府的小姐，由正妃变为侧妃，已经够委屈了，王爷怎么能这样对小姐？她只不过是区区少夫之女，怎么能与小姐相比？别说了，出去！他朝丫鬟吼了一声，丫鬟不再多言，独自出了房门。为了给小姐出气，于是自作主张的将这件事通告给贵妃娘娘知道，娘娘定能替小姐做主。夏雨荷心里难过，泪流满面。她端坐在铜镜前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镜中的自己。她自认自己长得很美，不输盛京城里娇弱的深闺女子。阿衍不喜欢那般娇柔做作的女人。可是他和安子轩成亲的画面回荡在他脑海里，他焦急地把安子轩抱在怀里，他眼中闪现出惊艳与欣赏。阿衍从未用这样的眼神看过自己。安子轩就真的这么漂亮？她能比我还漂亮吗？阿衍说过我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女子。他自信满满给自己打气，擦掉泪痕。就算她再漂亮，阿衍也不可能喜欢她的。我应该相信阿衍。他走到床边，开始穿起了嫁衣。大红色的嫁衣，美轮美奂，他沉醉其中。哪个女人不梦想嫁给自己心仪的男子为妻？更何况他们两情相悦。阿衍看到这样的我，一定也会很惊艳的。他只是没有看到我穿嫁衣的样子。今日我一定要在安子雍的回门日嫁进楚王府，绝不可能再给安子雍和阿衍独处的机会。阿衍爱的人是我夏雨荷，不是安子熙。你去找楚王，就说，今天他要让我亲眼看看陆衍多爱他。与此同时，皇宫里，夏贵妃接到丫鬟银杏传来的消息，没想到安子轩这么有手段，竟让楚王去了安府，让雨荷一个人苦等。不行，本宫要再去求皇上。说着，夏贵妃盛装打扮了一番，来到皇帝的承乾宫。步入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夏贵妃莲步轻移，宛如一朵盛开的娇艳花朵。她身穿华丽羽衣，轻柔如雾，飘逸若仙。臣妾参见陛下。青青来了，这儿有没有外人？免礼吧。陛下忙于公务，都好久没来臣妾的鸾凤宫了。臣妾都想你了。皇帝心领神会，搂上了他的纤腰。陛下，臣妾上次和你说的那事，雨荷心仪楚王，陛下就给个恩旨吧。
就当给臣妾一个面子，您就把雨禾赐给楚王殿下做侧妃，求陛下成全她吧。夏贵妃第一次来求王妃之位，第二次来求侧妃，皇帝不可能不给夏家面子，终于松口。那就这钦天监选个日子，爱妃去张罗吧。臣妾谢陛下恩典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正好是个宜娶宜嫁的好日子，臣妾这就去办。他目的达到，恭恭敬敬朝皇帝行了一礼，便出了承乾宫。皇帝知道夏家的打算，又招来曹公公。楚王今日去哪里了？今日是楚王妃回门，王爷应该是陪着王妃去了安府。朕的这个儿子本事不小啊。曹公公不敢接一句，又命徒弟吴昕端了洗漱用品进来，亲自伺候皇帝洗漱。另一边，夏府的护卫赶到安府门前，扬言要找楚王，还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他。今日我家有喜，老爷吩咐不见客。门童说完就要关门。城南夏将军府，我有重要的事找楚王。护卫有些傲气，门童名唤安焕，从小得安府收留，会读书认字，最见不得傲气的人，也有些脾气在身上。夏将军府，他只知道今日是三姑娘回门，任何人都不得打扰。又想到对方自报家门城南夏将军府，这不正是他和秋菊姐姐去过的那家吗？当时他听秋菊姐姐嘟哝了一句：“夏小姐原来是楚王的相好啊，难道正是夏家姑娘要给楚王殿下送信？”他心领神会。门童先是朝他笑笑，才道：“既然是找王爷的，我这就去通报，还请稍等。你手中的信是否需要我转交？”“不必了，见到王爷我亲自交给他。”安焕轻手轻脚地跑到我身边：“三姑娘，门外来人了，说是夏将军府的。”夏雨荷真是沉不住气，竟派人找上门来了。她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嫁给陆衍吗？上一世她以侧妃身份风光嫁进楚王府，成了陆衍心尖上的人。这一世陆迟迟不去，他心尖上的人就要闹了。王妃，夏雨荷都背上包袱去了城外十里亭。演这一出好戏啊！我神色淡淡。王妃，夏贵妃领了皇上赐婚的圣旨出宫了。我记得上一世夏贵妃可没插这一脚。陆衍和夏雨荷你侬我侬，婚事也办得隆重，不过并不是圣上赐婚。夏雨荷进楚王府帝后都没有认可，自然她入不了皇家玉蝶。陆衍登基后不顾礼教封她为后，这一世得到了皇上的认可，可就大大的不一样了。他们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，不管是因为自己的重生产生了蝴蝶效应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这一世我都不会允许夏雨荷风风光光嫁进楚王府。王爷喝醉了，要不要奴婢再给王爷添加点料，让他睡到明晨？他要走就让他走得越远越好。王爷不去找他，看他怎么办。不可如此。王爷心尖上的人要走了，他不去把人追回来，就是本王妃的不是了。再说，他怎么舍得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就这么走了？与其让他们藕断丝连、心心念念，不如让他们轰轰烈烈爱一场。人生短暂，莫要留下遗憾。我绝不会给陆毅秋后算账的机会，还得让他对我感恩戴德，羞愧难当。春兰听着自家主子这语气，额头冒出3条黑线，不可理解主子的思路。丈夫要去找别的女人，她却……这像一个妻子说的话吗？我不顾腿脚不便，一边走一边问：“王爷送到哪间客房休息？准备马车，多加来2匹快马。”小姐让卑职一定要将信亲手交给王爷。阿言，见字如晤，我走了。看完信，他面色一沉，心仿佛空了一大片。雨荷要永远离开，对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。这时，我端着醒酒汤进来，轻声道：“王爷，先把醒酒汤喝了吧。”他冰冷的眼神没有一丝温度，周身携着冷意，不近人情。他猛然起身，手一抬就掀翻了我手中的碗。刚刚熬好的醒酒汤不算凉，洒在我嫩滑白皙的手背上，瞬间红了一片。我连忙藏起手，忍着一丝疼痛。
是我不小心洒了。春兰，再端一碗来。春兰动作也快，又盛了一碗，连忙捧上。我捂着手背，轻声道：“直接给王爷吧。”他原本想要发火，见我这般模样，只扫了我的袖子一眼，沉声道：“你独自回府吧，本王还有事。”我追了出来，眉眼交集。王爷若有急事，安府有2匹千里良驹，兴许能帮到王爷。他充耳不闻，走得很是焦急。爷，发生什么大事了？选2匹快马，出城。玉禾走了，他会变赛了。林峰只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转身看了王妃一眼，只见王妃也满目焦急的模样。他道：“刚才王妃说安府就有快马。”他顿了顿颔首。走吧。待他走了之后，我神色才恢复如常。我掀开刚才被烫过的地方看了一眼，媚眼如丝，魂不在意。王爷也真是的，朝我们小姐发什么火？又关我们小姐什么事？手都烫红了。我眼底无波无澜，涂抹点药膏就好了。王爷刚才那样子，是天要塌了还是地要陷了？值得他如此着急。王爷敢爱敢恨，心尖尖要走了，着急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心头经不起一丝涟漪，我早就放下了。见到这样冲动的陆衍，我只觉得好笑。我们去拜别父亲母亲，就回王府吧。小姐不喜欢楚王，那她为何要嫁给他？小姐志不在情爱，而是心系天下之人。两人都无法理解，小姐这般如花的年龄，为何不向往美好的爱情？告诉谭婉清，她妹妹的仇，今天可以报了，只要能让她痛快，皆可。顺便通知下去，留在夏府的探子可以撤回来了。要提前动手，真的吗？那狗官早该死了。我会成为陆衍和夏雨和有情人终成眷属路上的绊脚石，这一世，他们统统都将成为我的垫脚石。城外10里亭有个土地庙，陆衍正是在这里追上了夏雨荷，两人情到浓时，就借土地公的庙堂拜了天地，是夏雨荷要求的。阿言，既然不能与你光明正大拜堂成亲，那我们就拜土地公吧。陆衍原本有些迟疑，禁不住夏雨荷的豪言壮举，又自知今日失信于他，刚看到他那一刻，那种失而复得的情感让他感觉如获至宝，终是同意与他在土地庙拜了堂。阿言，今日是我人生中最开心自在的一天，我们既然拜了天地，就是夫妻了。我是你的妻了，真是太开心了。他没办法给他正妻之位，现在私自在外面与他拜了天地，心里知道是不合理法的，但雨荷性子豪爽，不在意这些小节，他便依着他。他看他的眼神带着宠溺，只要不违背良知道义，雨荷提的任何要求他都尽量满足。他抱着他的腰身，靠在他的怀里。如果这里是他们的新房，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他脸颊羞红一片？陆衍突然想到安怀在酒桌上叮嘱他的话，他想告诉雨荷，他的身份不允许他这样做。他推开他，沉声道：“雨荷，我们快回去吧。其实安子轩已经同意。”听到我的名字，夏雨荷眼中闪过一丝不高兴，扬眉打断他：“你说我是不是你的妻？”他有些迟疑，脑海里突然闪现我那张哭兮兮的脸。雨荷，做不到的事我不能承诺，皇命不可违。她是楚王妃没错，陛下赐婚不能改变了。可是我只想做你的妻子，我们不是已经拜堂成亲了吗？明明是我先认识你的，世道真是不公平，凭什么是她先嫁给了你？他愣住了，他明明爱的人是雨荷，却不得不娶了安子轩，对雨荷也不公平，甚至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，因为不能给他正妻的位置。雨荷，对不起。以后只要阿直在心里把我当做你唯一的妻子，这就够了。
他见他这样委屈自己，紧紧地搂着他。我不要你对不起，我只要你爱我，足够爱我。以后他仅仅只是楚王妃，而我是你的妻子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喜欢他，好不好？好。他点了点头，双眸幽深，似寒潭深渊，深不可测。夏雨荷很是介意安子璇成为楚王妃，甚至在心里就开始阴谋论。他若知道我们成亲，一定会不高兴的，会阻止。爱情是很自私的，是不可以分享的。不会，他不会不高兴。他回答的斩钉截铁。你怎么知道他不会？安子轩若要阻止，就不会带夏家送信的人来见他。陆也没办法解释，怕他有多想。这时，路过的人见状，纷纷进来恭喜祝贺，想要讨一杯喜酒喝。可是这里的环境一言难尽，大家说了一堆祝福的话就走了。有人在城外十里亭土地庙拜天地成亲的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传到了城里。风度翩翩的郎君，怎么会在土地庙拜天地？无父无母才会拜土地神。那样衣着打扮显贵的贵公子，怎么可能没有父母？他不敢把女娘带回家拜见父母，怕不是娶的外室。外室也不能在土地庙就拜了天地啊，这也太不孝了！拜土地神而不拜自己的父母，不是诅咒自己父母死吗？这是大不孝啊！侍卫林峰守在土地庙外，悄悄把手中的剑藏了起来，假装不认识土地庙里两人的样子。他只觉得丢脸，但是林侍卫八卦的心蠢蠢欲动。他佯装成路人，竖着耳朵听路过的人对自己的主子评头论足。听完，他也在心底里吐槽：这叫什么事啊？夏姑娘怎么会拉着主子在土地庙就拜了天地？如此胡闹，他治府中的王妃于何地？他还不想去敬主母茶，简直不合礼法，分明是故意的。王爷偏偏看不穿。银杏乖巧地蹲在一边，反正都是演戏，他也没放在心上，满心满眼都只在林峰身上。林峰看见有人看自己，连忙避开，只觉得全身冷飕飕的。夏贵妃亲自派了仪仗队赶到夏府，她今日要让雨禾风风光光进入楚王府，只要陆衍的心思在雨禾身上，雨禾就还有机会成为王府的女主人。前提是她得名正言顺的先变成陆衍的女人。夏贵妃盛装打扮进了夏府，却没见到夏雨禾。问了护卫才知道，夏雨禾已经收拾包袱朝城外去了。下午，陆衍带着夏雨禾回城，只见他身着大红嫁衣，面若桃花。夏雨禾的嫁衣太惹眼，路上行人频频侧头观看，有人议论：光天化日，哪家公子哥又抢了哪家新娘子？没见那新娘子笑得比花还甜吗？这哪里像是抢，分明就是新娘和男人私奔。陆衍耳力很好，听见别人的议论，神色微冷，身体也有些僵硬不自然。雨禾搂他的腰太紧了，出来时为了追上夏雨禾，他毅然选择了骑马。安抚的马果然是千里两驹，不克便在城外的土地庙找到了他。可是没有马车就很尴尬了。夏雨禾给他讲了很多关于草原儿女的胸襟与情怀，他觉得他们的爱情像风一样自由。有机会，他还要带陆衍去外面的世界走一走，看一看。终于到了楚王府门口，陆衍整张脸绿得像片青菜，路上的人说话有多难听，他的心情就有多糟糕。他翻身下马，险些丢了缰绳。夏雨禾满脸幸福，他才不会像安子轩一样娇滴滴连下车都不会。只见他腿脚一抬，纵身就下了马。他稳稳的站定，英姿飒爽，完全不在意外面围观的百姓为什么越来越多。他只想让世人知道她是楚王殿下心仪的女子，更想让我知难而退。